在是早上6点多，我们马上跟随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立即前往东海某海域进行一场海上反水雷训练。我身边的就是昆山舰，属于猎扫雷舰。和其他主力舰艇相比，虽然个头不大，却常年执行着最危险的任务，那就是海上反水雷。想要成为扫雷舰上的兵，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特别能战斗。此刻号角声响起，战士们已经就位，准备扬帆起航了。今天我们就登上昆山舰，近距离感受一下昆山舰在海上的表现吧。水雷一直有水下原子弹之称，它虽然价格低廉、结构简单，却有着极强的隐蔽性和巨大的杀伤力。它易于布设，却很难清扫。广泛布设后，能够封锁港口、航道，让舰艇失去战斗力。就连号称海上巨无霸的航空母舰，遇到它都可能难逃厄运。1964年，美军一艘排水量15000吨的轻型航母卡德号，搭载着数十架直升机和大量武器弹药，出现在越南战场上，却出人意料地被水雷重创。虽然卡德号只是由货船船体改造而成的护航航母，但出人意料的一幕让世界各国震惊。因此，反水雷作战也成了与反导、反潜并列的现代海战3大难题之一。为了破解反水雷作战这一难题，各型反水雷舰艇应运而生。那么，这种吨位不大、看似名不见经传的舰艇，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现在舰艇高速行驶在海面上，马上到达目标区域。无论海况如何，在甲板上作业的舰员都必须穿上救生装备。不到100米的昆山舰给我的感觉就是，吨位虽小，装备设施却很独特，和其他类型的舰艇不太一样。首先，昆山舰的核心武器并不是火炮，而是功能独特的灭雷具。虽然自身没有强大的火力，却能消灭水雷的威胁。再来就是这巨大的船体，并不是一般舰艇使用的普通钢材建造。这是因为现代水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磁感应水雷，能够通过电磁感应发现进入攻击范围的目标，然后进行自爆和摧毁。为了避免舰艇本身的磁场误爆水雷，大多数扫雷舰都会采用低磁钢建造，而这些先进的装备和特殊的建造材料，也让我们的反水雷舰艇身价不菲。虽然重量只有几百吨，造价却与几千吨的护卫舰不相上下。在真实的扫雷战场上，各型隐秘的水雷带来的威胁层出不穷，仅靠低磁钢护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战士在跟水雷打交道的时候，又会亮出哪些秘密技能呢？接下来马上开始一场浮雷目标射击训练，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锚雷主要用于攻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雷体通过雷索与雷锚相连，在水中呈悬浮状态。当反水雷舰艇发现带有雷索的水雷时，通常会先切断它的雷索，使雷体浮出海面，然后由舰炮对它进行射击消灭。我现在在昆山舰的前甲板上，这舰炮就是它的火力配备，体积不大，却是近战利刃，可以预防来自各方的威胁。浮雷目标射击训练正是为了锤炼我们舰炮手的射击精度，更迅速地完成扫雷任务。警报！上级通报，敌布设了水雷障碍，上级命令我舰立即前出清除水雷障碍。上级进入组，安全检查员就位。一般往交换员进入组，安全检查员就位。上级进入组。我们可以看到，距离我们300米处有一个漂浮靶，那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射击的目标。班长还在瞄准目标，因为舰船本身摇晃非常明显，我需要用手牢牢抓着栏杆才能站稳。在这样的海况下，浮雷射击要求舰炮手在短时间内命中目标。那么班长能否成功呢？一击命中，太震撼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今天的风浪有点大，漂浮目标会跟着风浪上下漂浮，时隐时现，而舰船本身也在摇晃，这样瞄准起来真的很难。海上浮雷射击通常要3次才能命中，今天舰炮手的出色表现，正是他过硬技能和稳定心理素质的体现。
俗话说海上无风3尺浪，尤其像今天这个浪，浮雷随着这个波浪而上下起伏，我们这个船上不容易瞄准，舰船它也在左右上下前后的摇摆，所以说它这个激发这个点是非常少的。我们日常训练就训练这个瞄准这个激发的时机、激发点，积累一定的经验，贴近实战，一切为了实战，我们要刻苦的钻研海上射击的规律、浮雷的这个运动要素，还有就是自己舰炮的性能，我们要做知彼知彼，百战不殆。毛雷算是比较常规而且容易清除的水雷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反水雷部队还会遇到更多结构复杂、不易探测的水雷，比如沉底雷。就像它的名字，这种水雷布放后直接沉在水底，水下复杂的环境给了它更好的掩护。想要清除沉底雷，首先就要发现它，这时就需要昆山舰上的先力眼出马了。通过声呐发射声波进行勘察海底时，当发现有不明物体或者可疑目标时，反射信号经处理后，计算出目标与本舰方位和距离，传送到舷控台，以图像进行显示。之后人工判别是水雷还是其他目标。在不同的海区，海底不一样，海底的物体回波较复杂，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调整机器来抑制这些海底的杂波。平时训练中，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海域，通过播放不同目标的回波强度、大小、形状、混响等特征进行反复判别，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声呐兵的探测能力。探测跟踪目标，引导识别声呐。在。走舰长，识别发现目标，经识别目标疑似沉底雷。目标锁定，一场猎杀水雷的行动即将开始。列队部署，面对投放组，期待面投放组，连到群。准备左前投放面具，准备左前投放面具，准备左前投放面具。昆山舰的猎雷模式可以形容为点对点，一旦找到目标，立即对它进行猎杀。我身旁这个就是猎杀水雷的装备——灭雷具。别看它个头不大，但它真的非常的沉，需要舰员配合吊车进行吊装和回收。沉底雷属于一种非触发水雷，可以通过磁、声、水压等方式触发引信。当舰艇驶进或经过水雷上方时，即使没有接触，也可能引爆水雷。所以在清除这种非触发水雷时，灭雷具不仅可以对它进行精准消灭，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扫雷时的危险。想要消灭复杂又危险的沉底雷，灭雷具需要携带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这枚炸弹，足以摧毁威力巨大的沉底雷。接下来，官兵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要做到零失误。左旋面具投放完毕。吊钩释放瞬间，灭雷具游入水中，向着目标方向迅速下潜。面具速度2档前进，面具速度2档前进。随着灭雷具离沉底雷越来越近，指挥控制室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起来，所有官兵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报告舰长，面具发现目标，接近目标。投弹。投弹完成，一声冲破海面的巨响，伴着昆山舰官兵的欢呼，沉底雷被成功引爆。昆山舰又一次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我身旁的就是张家港舰，它可以在疑似雷区来回航行，进行大面积扫雷。那么这些扫雷具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个呢就是电磁扫雷具，把它放入海中，通上电就会形成巨大的磁场，同时配合声扫雷具向水雷释放一种复合物理场信号。当信号与水雷打击目标的物理场特征相匹配时，水雷就会被引爆。除了刚才说的电磁扫雷具，张家港舰上还有一款造型独特的接触扫雷装备，也就是我眼前的这款正在保养的扫雷具。班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扫雷具呢？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接触扫雷具的核心部件。你看这个刀齿它是很锋利的，然后我们扫雷的时候呢，舰艇往前航行的时候，然后这个刀齿和雷索接触以后，然后通过它这个切割力使雷索切断。如果它没有切断之后，后面的是爆破割刀。爆破割刀它是有个捕捉口，然后再次切割，然后这样使雷体和雷索分离之后，然后再用我们强甲板的舰炮对其进行消灭。